Decepticons forever! 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 TA 的再版新型。TA 在最近呢再版的这个金属变体的滑板新型，在材料和配色上呢都进行到了一些改变。这期视频呢就主要简单的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款玩具呢它究竟是有哪些改动，然后呢我们回顾一下 TA 之前的 MP 比例的 BW 系列的金属变体产品，配件还有包括包装盒啊，这些都基本上跟出版的是一样的。包括在银色的地方呢，也是用到了同样的漆面，只不过这一次的漆面颗粒呢稍微是细到了一点。它最大的改动呢，就是所有的紫色的部分呢替换成了透明零件，加上了一些金属粉末，有点还原了之前的日版配色。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原版的金属变体新型。它在日版配色上面的话，大家从视频里面就可以看到，它紫色的部分呢露出的这些地方呢，其实都是透明的零件，让它身上的涂装还是很漂亮。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款老玩具的。而至于在新版上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它是完全替换成了一个透明的零件，但是呢，又不是那种很透的那种，通过光线的话，还是可以隐约的看到它的透光性的。好，我们直接通过它的开始再来展示一次它的变形吧，因为这款新型的变形呢，实在是非常的简单。好，这个步骤呢，就是来翻动它的手，把两边的盖板打开之后呢，旋转过去，注意手指的位置呢，是稍微要这样斜着朝外一点，这样的话它才能很好的快速的进行到收纳。另外一边呢，我们继续同样，这里呢就稍微旋转一下，然后给它盖上盖板。接下来呢，就是基本上跟我们熟知的这些变形一样，这里的这个连杆呢要给它旋转一下，然后扣到这边来，然后打开它的胸腔，旋转它的头部，再把这整块呢给它盖下去。最后呢，就是星星队长经典的转腰了。好了，玩具呢整个就变形完成了。在人形态下最大的区别呢，还是同样是紫色零件。从这里可以看到呢，我们拿近一点来看吧。就它身上的这个所有的紫色这种零件呢，看起来都是那种透明的紫，里面还透着一点金粉的气息。这一点呢，跟以前的这个金属变体版本老玩具官方的版本呢比起来的话，它这个紫色呢是稍微深了一点。但是呢，它同样的这个通透性呢，包括里面的这个金粉的效果呢，其实可以说达到了90%以上的还原了。而就这个老玩具和这个新玩具比谁好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是首先它们不是一个比例的，第二呢，这个东西价格也不一样，然后产生的年代不一样，肯定上是这个新版呢做的更精细、更还原一点，而老版呢也是比较经典、适合把玩的。除了外观配色还有材料上面的变化之外呢，这一次的再版的金属变体滑板新型呢，它最大的一个改动呢，就是身上呢加入了一些合金的零件。我们来看到它的腿部首先是这里的这个轮子是直接是一个金属零件，然后呢这个杆子呢也是用到了一个金属杆子，并且摸起来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凉，但是明显的感受到是一个金属的东西。然后呢在腿部的前面的这一块零件呢，全部就是重新用了金属零件开模，所以说它的这个重量感呢，这两只拿起来的话，重量感呢，左边这个呢是明显会更沉一些，而且呢，它的配重集中在腿上之后呢，其实它这个站立性呢还是会更加的稳定到一些。而这一只的话，由于它腿部确实有点轻所以说当初出版被人诟病的这个地方呢，一个是腰部不能动，第二个呢就是说实话 ，TA 这个公司它是一直在成长的，之前的这个设计能力确实是有限，所以说腰部这一块很难在保证线条的情况下呢加入可动。而这一次呢，它直接把这个老模具在没修改的情况下呢，替换上了一些金属件。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呢，如果说没有入之前的这一款金属变体新型的朋友的话呢，其实选择这个新的再版的日版配色的话，或许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式。好，接下来这些视频还有一些时间呢，我就给大家回顾一下，这是他们相当于是第二版的黄豹。之前呢，早先在过年的时候呢，我是拿到过黄豹的评测件，然后这一次呢，到了大货的版本之后呢，是他们换了新工厂之后做出来的产品。基本上的手感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还挺不错的，颜色上面就是金属感稍微差了一些，因为身上是大量的用到了这种塑料色，但是呢，它有几个地方还是做到了一些修改，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它腰部的这一块之前的那里呢，我是因为它这个腰部前后动的时候呢，这里会掉，
但是我发现呢，这个版本的话呢，它其实是卡扣是增加了一些，但是你通过大量的移动之后呢，这里是依然还是会掉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特别介意这个？如果你觉得这个有问题的话，其实可以在人形态呢把它的这个腰呢给它缩下来，然后呢，这是手臂这里的话，你把这里扣紧之后呢，它其实这个手是不会晃的，然后你把这里这样打开之后呢，这个手依然还是会晃的，这个不是它的这个松紧度有问题。然后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它这里的脚底板的部分，就是这一次再版的这个批次啊，脚底板的这个部分呢，它的就是你把前面捉住的时候呢，来动后面这一根的话呢，它是比较紧的。说大家如果说要把这一个变成野兽形态啊，建议呢先把它整个这样放下去之后，然后再来拨动前面的这一块，这样呢稍微好变一点。你不要直接去这样掰啊，最好是让它先固定住。还有一个改动的地方呢，当然呢就是它的这个兽形态，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我们直接把它变成兽形态，再来慢慢说吧。然后把这里胸口这一块挑开，然后把背后的这一个直接解锁之后呢，它的这个头啊就可以这样压进去，注意前面这个盖板呢要把它盖到前面来。好，这里打平之后呢，再把它的这个兽形态的两只手啊给它收纳到前面来。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呢，把两边给它这样合并之后，它这里呢就是这里是有两个卡点，就卡在这上面。其实这一步骤还是比较好卡。然后之前的那个我拿到平车键的版本的话，它这里扣上去的时候呢不是很紧，它会掉。当然它这个卡扣肯定是进行过了修改的。这一次之后呢，它就完全不会有这种掉的情况了。然后呢，就把这个腿部呢，就注意它这个腿这里的变形是很紧的，先要把它压下去之后，然后再把它盖到前面来，然后再来变它的这个腿，就这里会稍微费点劲。好，最后呢就是它的这个手变形的时候，这里拉开之后呢，记住是要这样把它缩进去的，然后同时这里的关节呢，它也是会比较紧一点。反正有的朋友可能喜欢这种。就是玩具它在变形的时候，这些卡点的地方呢卡得很紧，但是我个人喜欢稍微要适中一点，可能好一点。好了，它这个豹子的野兽形态呢就变成这样了，尾巴就暂时先不插了。可以看到呢，这鼻尖啊，当时的就是我拿到这个最早的平车键的版本呢，它鼻尖是没有涂的。后来呢还是说鼻尖涂了，但是我看到它第二个版本出货的时候呢，鼻尖可能涂的不是那么好吧。现在换了新厂之后呢，这个鼻尖涂的就比较不错了。个人觉得呢还是挺好的，这是它的红豹。好，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掠夺兽。掠夺兽的话呢，其实之前呢官方它的 SDCC 版本呢终于是突然公布了，个人是非常的期待的。然后可能有朋友就很争议啊，就到底是这个好呢，还是 SDCC 好？我的结论呢肯定是两个都要买的。SDCC 我已经预定了，而这个版本呢，它具体就好在呢，它整个这个腿部线条呢，包括这个背包的处理呢，其实是做得很好。但呢，由于它的这个售价原因呢，我相信呢，它这款玩具它其实这个成本呢设计呢比那个黄豹还是要低很多的，所以说就导致呢这款玩具呢它主要就是玩一个人形把玩，它的这个变形过程呢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多的这种逻辑可讲的，就是直接一趴，这样趴下来之后呢，它就直接就变形完成了。然后它这里的这个后腿呢，就是它当时是。我拿到这个掠夺兽啊，肯定是跟那个之前的黄豹是一个批次的，所以说它这里呢就比较的稍微的没那么紧。你觉得太紧的话，就把这个螺丝给它松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手呢是额外需要来进行的替换的。好，变到这种程度之后呢，然后就找出它的这个替换键呢。它这一点呢，其实真的是不是很友好啊，因为你这个替换键你需要专门找个地方来保存。然后它这个爪子呢是金属爪子，其实也还可以。好，变成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美洲豹的形态嘛。其实个人觉得这个形态的话呢，其实也能看啊，只是说稍微是有一点不自然。离远看的话，由于它是黑色呢，黑色就显得好看，所以说也还行吧。不知道大家对这款玩具当时的这个接受度是怎么样的？好，现在看到的就是变异变体，这是 TA 当时第一次制作 MP 比例的 BW 玩具的一款产品。那个时候呢，他们基本上是没有那种自主设计变形设计的那种能力啊，所以说就选择了一款呢相对来说好做的。这款玩具当时的模具呢，也是采用了之前的 BW 老的那种版本呢，进行了一些修改和放大之后，可能是加入一些金属零件啊，然后加上一些可动的机关之后呢，做出来的。其实个人认为的话，这可能是市面上最还原，然后是做的最像动画的变异变体的玩具呢。
但呢，这个确实是既巨大又可怕啊！是它这个头部呢，左右这里啊，你在动的时候呢，它这里是2个金属连接杆嘛，然后它这里是可以像液压一样，就是可以左右这样移动，然后本身呢，它前方也是可以左右移动。这个脑袋呢，其实是可以发光的，但是好像已经被我给整的不能发光了吧？好像里面的这个零件被我整坏了，因为隔了很久了。这里而且还有替换脸，另外2张脸实在太恐怖了，就不弄了。然后这个手呢，也是通过这个金属杆呢这样上下连接，然后这个手指呢是可动。另外一边呢，而且它是这个齿轮关节还挺清脆的。另外一边呢也是这样，这个炮要是当时能弄成那种发光的就好了。好，然后呢这个腿部呢也是齿轮。其实这个变异变体，如果说你把它站直的话呢，它还是可以站得很直的。但是站直之后呢，看起来只能说更抽象。这个放在家里。其实我还觉得有时候还挺怕的，就看着有点可怕。但呢，它其实是一个在剧情里面呢，计算量呢又强大。可惜呢，就是它坠落过程中呢没有扫描到相应的变形形态，而且平常发生了一些损坏，导致呢它整个这个电路呢出现很大的故障。但是呢，其实它才出来的时候呢，这对这个善恶是没有分辨能力的。慢慢的到了最后呢，它还是决定要保护朋友。好了，看到这里呢，其实我也是通过本期视频介绍这个左边的再版的金属变体星星呢，把 TA 的整个 AP 比例 BW 产品线呢进行到了一个梳理。可以看到呢，它其实每一款玩具呢都是有在进步的。第一款变异变体呢，基本上没有变形结构，纯粹就是一个放大加上一些改良。到了第2款星星的时候呢，它在放大改良的同时呢，加入了一些自己的设计，并且呢，从建模上面可以看到呢，它是更加的还原到了动画。而到了黄豹和掠的时候呢，它整个的双形态的完成度啊，包括这个材质、用料、涂装这些呢，其实都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程度。而且呢，最近也是更换了新厂，所以说之后的产品的话呢，据说啊是出的那个大型的4变星星，那个的比例的话，可能就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接受吧。然后在4变星星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金属变体陆续出来。反正好消息呢，就是可能换了新厂之后呢，它产能会增加，而且呢，它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基本上这个星星呢，就是在告诉我们，它现在是对金属件的处理啊，包括整个模具的这种精度啊，还有它这个涂装的把控程度呢，其实已经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了。我就希望呢，这家产品尽量还是出快一点。目前其实都隔了这么久了，才出了这么几个，而且还有几个是重涂。当然，它还是前提是要保证质量。之前呢，黄豹可能在最初的时候呢，在最初第一版出来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小问题。我也相信呢，在之后的一些产品当中呢，他们会把这些细节呢，可能会做得更好。我呢，也是从自己的玩家角度啊，因为我是很喜欢这个 BW 动画嘛，我对这个系列产品呢，还是挺喜欢的。好了，本期视频呢就简单介绍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